妈妈，你不要去武汉好不好？我一定完成很多很多的作业，就是他愿意完成给他布置的附加的作业，但是条件就是不要让我去武汉因为如果100万的人检测的话，他们怕感染者突然爆发，然后医疗崩溃。这就好像把眼睛挡住看不见一样。也有一个概念，就像英国讲的，就是全民那个免疫，这也是一个理论，但是要拿很多人来冒险的。我本身也是医务人员，救治负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系。在疫情面前，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为了更好的保护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向日本网友募集问题了嘛，好多人想知道这个关于新冠病毒的问题。最多的问题是，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口罩，对，口罩绝对有用，绝对有用，绝对。最重要的就是口罩。医用防护口罩，我们是所有的民众出门，我们都是必须要戴口罩的。中国这个人口基数这么庞大，如果说我们觉得自己抵抗力还可以然后就是不戴口罩的话，会产生难以设想的这样一个后果的。近距离里的你要不戴口罩的话，如果有传染源的，很容易受到感染。那在平常当中，外科口罩就足够了。但是要我们进到这个污染病区，因为他这个确诊病人嘛，那个一定要医用的 N95的口罩。如果是孕妇感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生孩子吗？如果孕早期前3个月来说的话，认为病毒对这个可能这个胎儿的神经这些有影响，这个有争论的。如果后期就是孕晚期，孩子基本上已经发育成熟了，可能对孩子影响不大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太大。我们病区内有一名孕妇然后她的治疗方法和我们其他人是一样的，孕妇就是没有特殊的这种处理方法。还有婴儿、小孩、低年龄的感染者会不会重症？我所知道的信息来说，就是对于年龄偏小的一些小孩，感染的几率呢不是太大，而且感染以后呢轻症的很多。儿童感染极少，也就是说儿童不是易感人群。那重症率呢也是极低的。自己怀疑感染的话，在家应该怎么措施？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胸闷、喘气有点困难的话，测体温，然后数自己的呼吸频率，1分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一天当中数，然后把它记下来，包括自己的体温也记下来。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快，然后胸闷也有所加重的话，这个应该是要到医院去的。首先要把口罩戴起来，回家之后要单间隔离。就是你要减少和家里面人的接触，不要和家里面人共同进餐。你住的房间要开窗通风，那多休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那适当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室内的运动，然后来增强身体的这个抵抗力。有的人说这个病毒的死亡率并不高，我是年轻人，所以没问题。这个信心挺好的，但是死亡率看各个地方，我们国家确实不太高，但是也要重视，还是要密切观察，因为毕竟也有年轻人，就是最后效果不太好的。这也是基于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防控手段的前提下才达到的这样一个就是比较低的一个死亡率。当然，从我们的临床经验来看，老年人的免疫力相对比较低，感染的比较多，而且比较重，年轻人相对少。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不得这个病，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年龄并不大，发展也非常快的，所以这个它有易感性。具体哪些人易感，这个病毒对于什么样一个个体易感，可能现在还要进一步的研究。还有人问我，就是现在微发热的意思是差不多37度，差不多继续1个月了，这个是不是那个新冠病毒？这个可能大部分都是恐出来的。病毒感染它还是有自限性的，到时间它会好的。对，1个月不会的。那目前来讲，最有用的药是什么呢？效果的话，要到后期，要有一个精准的统计，然后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我才能说。现在我还不好说。但是呢，我们一些抗病毒药，包括什么干扰素啊，包括一些中药啊，就是蛋白酶抑制剂的药物啊，这些也是在用的。因为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我抗病毒治疗了，这个也是一种治疗。心理上的治疗。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是的。